对啊，非常欢迎就是 Vicky Virtual 的联合创始人来做客我们的播客 Day One Global，还有一个 co-host Vera，他也有一档播客 Vera the Ape。大家好，我是 Vera。大家好，我是 Vera。然后我的那个新的播客叫 Vera 的 Intern，然后也是第一次录中文的 host，所以谢谢大家。对，然后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播客吧。对，我们播客叫 Day One Global 生而全球。对，就跟它名字一样，我们是觉得在 Web3 和 AI 的时代，就每个人其实都需要做一个全球化的超级个体，然后每一个品牌也有机会就是成为一个全球化的品牌。然后就刚好今天就是 Virtual Protocol， 对，它其实虽然是一个就是 Web3 的项目，但我们认为它其实现在也成长了为了一个全球化的品牌。然后刚好也是从马来西亚生长出来的，对，我们觉得这背后有非常多有趣的故事，然后所以说也邀请到了就是Virtual的联合创始人 Vicky 来跟我们做就是一起分享，然后非常就是感谢 Vicky。你好，你好，非常非常高兴在这里。然后就其实我知道 Vicky 已经录了就非常多期播客了，对，不管是那个中文我看你们深潮也聊过，然后英文其实也挺多的，我都听过。对，然后但我还是对你就是怎么接触 crypto 和 Skin in the Game 的经历非常感兴趣。对，因为我就是看了你的 LinkedIn， 对，我看你就是教育背景也非常好，然后去那个帝国理工大学，但读的是生物，对，也非常跨界。对，然后后面就是我看在 BCG 也做过咨询，然后自己还创业过就是 AI 加房产的一个项目，叫那个 iDaro， 不知道这不这么拼啊？对对，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能不能介绍一下，就是那在这样的经历里面，你是怎么去接触到 crypto 的？对，其实是在2016年的时候接触 crypto，当时还在读大学，然后就那时候钱不多，就买了一点以太和比特币。当时是因为读了一本书还有在 Reddit 上看到一些文章，然后我就买了，也没有想这么多，也没有去做什么主动的 trading，就是有一种带着 diamond hand 的想法去买。之后就当然毕业了就去上班，回马来西亚上班，然后期间就是完全没有去想这个 crypto，就是有一种 diamond hand 的 mindset。然后在2020年吧，2020年、2021年其实也去做了那个刚刚说的那个 AI 房产的东西，所以真正踏入币圈是在2021年的时候，当时那个元宇宙很火嘛，然后 GameFi 很火，那时候才是我们真正去，我和我的创始人 Jess 我们才真正去actively look at like crypto， 然后去做那个 trading，买了 Axie， 买了 Illuvium， 当时也做得挺好。所以就是这样这快速的一个经历。所以说你是本身就是对游戏感兴趣，所以刚好就是借着元宇宙就是这个契机，然后进入 crypto。对，其实是游戏感兴趣是一点，那当时其实那个打金公会就是炼油非常火在东南你当时有一个文章就说整个菲律宾的一个小镇，所有的大妈都在里头玩这个 Axie 的游戏，然后赚钱，然后就看到就觉得这其实挺有意思的，然后我们就去做一些投资的东西在这个炼油里头。所以你跟 Jensen， 然后其实之前是在读书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对吧？对，我和 Jensen 都是读生物科技的，我们是 lab partner，就我们一起去做那个什么化学的东西。对，2014年我和 Jensen 就认识了。对，所以现在其实团队里面也有很多你们当年的同学，然后也一起加入了，一起做 Virtual 这个项目，对吧？还有是的，什么的，对。是的，因为当时创业很难嘛，然后2021年我们当时风口上，然后我们就想要融资，然后结果真的是成功融到，然后融了之后就想来想去最好的伙伴去一起打拼还是大学同学，所以基本上其实今天我们 Virtual 骨干一半都是我们就是帝国理工的朋友。OK， 真的非常有意思，因为我也看过那个 Jensen 的 LinkedIn， 就发现就是非常重合你们。就一模一样，基本上我们也去了一样的就大学毕业之后，我们也去了一样的公司去波士顿咨询做咨询。
然后期间就周末的时候想着要搞点什么，就去做那个不同的 startup。对，对，那能不能再讲一下，就是你们从游戏到 AI，我感觉还是挺跨界的，就怎么突然想到就开始做 AI 呢？对，其实这个就要从2021年12月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发币，然后我们发币了，我们就融了1600万美金，当时很开心了，但其实也是那个熊市的开端，所以说从2022年到2023年，其实我们的主要的 focus 还是在投资链游，因为游戏公会嘛，我们必须投，但在投链游的当儿呢，我们也在想就，其实挺有时间，就挺得空，然后我们就闲不住，然后我们就说，不如我们去组建一个团队，叫 Venture Studio 团队，我们去尝试不同的产品。当然，做不同的产品的本意就很简单，还是想要为这个母币赋能，就同样的一个币赋能。期间就做了不同的东西，我们就做了那个我们做 AI 的音乐，就当时熊市嘛，就想说，情人节到了，如果你想要送你女朋友一个礼物的话，你可以花大概250美金去做一个 personalized music，还有音乐给你的老婆或是女朋友。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个卖衣服，这个衣服呢，当时那 Azuki 很火嘛，然后想卖衣服，这衣服里面有那个 NFT，然后这个 NFT 是你在元宇宙里头的一个 identity，还做了那个就是借钱，这是借钱呢是通过你在游戏里头的表现去你打得越好，我就借你更多钱，这样子一个概念。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个交友软件，交友软件是当时觉得是一个很蠢的 idea， 然后但是当时 idea 是说，就是很多时候你不认识这个陌生人嘛，就 imagine 他一个声誉，他的 reputation，是在 on chain，就做了这些所有的东西，所以这虽然全部都失败了，但是为我们那个技术团队打下一个很好的功底，就我们去不停的找更好的那个 engineer，然后呢，斯坦福就发了一个 research paper，就是说那个斯坦福小镇，然后里头的角色我有印象。NPC 嘛，当时看了我们团队就觉得哇，这个以后肯定会大火 AI agent，然后想了想也觉得 make sense，因为我们投了这么多的链游，其实每个人的链游过去30年来游戏都是大同小异。你玩什么 MMORPG，so first person shooting， 只是画质不停的提高，但是那个游戏的本质是一样的。对，你想说 AI RPG 或是 AI agent 放去游戏里头会带来全新的玩法。在这样子的大前提下呢，我们就说，还有最后一点就是我们的币价也从6亿美金被砸到了那个600万美金。所以在所有这些前提下呢，我们就想，如果我们觉得 AI agent 会是未来，AI agent 游戏是未来，币价又这么的烂，想要把它做好的话，我们不如转型呗。然后我们就在12月2023年的时候，就向那个道问，不如我们从 Path 到就是之前的游戏公会转型去做 Virtuals。但是有一种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没有稀释原本的币的持有者，就如果你只是用1%，所以对，就是这样子一个旅途，对。对，我知道。薇娅你先说。我说我记得就是上一次我有 interview Jensen 嘛，然后那个大家也可以听一下，是一个英文版的一个采访。那Wiki 他刚才也有在讲说做这个转型。我当时问Jensen 的时候，我说你人生做的一个最重大的决定是什么？然后他就提到了这件事情，就是说你们当时是一个道嘛，然后大家都在一个非常 struggle 的一个阶段，然后大家就聚在一起开了一个会，是吧？然后就说到底要不要转，要不要就是解散算了。然后就感觉那个阶段应该是你们最困难的时候，对吧？然后当时他跟我讲的就是说，其实大部分人是投了说解散这个事儿的，因为就是国库里面基本上没有怎么花钱嘛，就是当时有的钱给大家还回去，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对吧？然后我觉得就这个是蛮可贵的一个点，就是说当时在那种环境下也没有去放弃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就是你觉得你在这整个就是 difficult time 的这个阶段里面，你有什么体会吗？其实没有这么的困难。我和 Jensen 其实都是极度乐观者，就我们是乐观到有一种
有一种病态的低点，但其实最难的低点不是我们两个，是你旗下的员工，就他们在熊市和你打拼了这么久，然后就感觉上是前途茫茫，然后你每天来到公司，然后还要假装一副很乐观的样子，然后你员工看了也觉得很讨厌，对吧？就觉得这个老板基本上是一个傻瓜吧？这个熊市这么烂了，你还每天就是想要，而且你知道我们这样子，我刚才说的做这4-5款，其实都是我们的心血，但每放进心血之后，就说，哎，2个月过后，哎，搞不通，不如我们换吧。你可以想象，我们其实团队里头的员工，他的成员，其实他们内心是觉得这个老板到底在干什么，你知道吗？就不停的在换，不停的在换，然后即使你很相信这个老板，过了一阵子，你也觉得其实这行不通，对，所以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才是比较辛苦的一点，就是我们觉得还是有机会，但你怎么去说服你旗下的团队成员说，我们必须不停的去干下去，这才是难的那一点。即便我们转型从 virtual 转型，就是那时候是12月2023年转型到 virtual，其实也是在期间有很多小型的 pivot， 对，所以说，怎么说呢？我就想说，在一个 parallel universe，其实 virtual 现在可能还是在一个1000万美金的全球市化估值，然后我们还在做 pivot， 我们还在做探索，对吧？这是极度有可能的。然后我也不知道，这迟早也要放弃嘛。对，这可能就把国库的钱花完过后，我们就放弃了。对，所以其实当时有很多的人也已经离开了，是吧？其实没有，没有，也没有，这倒是没有。我们团队其实，因为我们 we work so hard that 我们的朋友就变成了我们的同事，我们同事变成我们的朋友。有团队离开，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转型，我们不需要这样子的一个 function。那其实主干都基本上没有离开到，对，非常也是非常难得了，对，非常。规模有多大呢？25到30个人左右。对，其实我也开始 lost track 了，因为最近我们都在请着人，然后对，觉得你开发效率真的很高，可以不断的就是 shift 新的东西出来。其实我觉得反正有时候请太多人不是好的一个事情，你 onboarding 做的不好，然后而且其实我们的团队很多时候security is a concern， 尤其是我们有社区成员，我们每天有4万到5万个社区成员在我们里头。昨天嘛，就我们的 DC 其中一个 moderator 他就被 hack， 然后就发了一个不好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们20-30个人都有这样子的问题，如果你有200个人的话，其实问题会更大。当然，这期间我也是有很多要学习的东西，就是在安全上，在 scalability 上，也在去把它做得更好。对，因为我自己也创过业，然后也招过人，对我非常就是感同身受。你刚刚说的，就是有些时候你觉得下一个就是机会马上来了，但你的员工真的不一定这么觉得。然后你刚才讲你的核心主管基本都留下来，我觉得非常就难能可贵的地方。对，然后往下，对，这种情况，要不然就是创始人他非常有人格魅力，然后要不然就是说他本身是一个非常值得信赖的。就我可能在你过去的经验跟他合作经验里面，你们经历过一些就是好的和不好的，所以大家对你是相对比较信任的。所以我觉得你们这样的就是能接着把这件事情做下去，我觉得肯定归功于这两个之一，或者是2个都有。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蛮可贵的。我们下面可以聊一下 Virtual。对，我自己反正收集了一些数据啊，就 Virtual 现在的最高的市值反正到了将近50亿美金，然后下面是有超过13000个 AI agent， 然后代币的持有者也有将近30万，然后支持的这些 agent 的市值也到了就是20亿美金，然后协议收入其实也很高，然后达到6000万美金。对，然后从就是 VT 的角度，你会给就是别人怎么去介绍 Virtual 呢？因为我知道它其实包含很多东西，又包含 AI agent 的框架，然后也包含 Launchpad， 然后看你们最近说要做经济体，所以说我希望说从你的角度可以给大家一个比较完整的介绍。对，我们的介绍因人而异，就看你是谁。但如果我想从一个最高
最高的一个 level 来解释的话呢，我们最新的说法，这是最新的说法，是我们是一个经济体。很简单，我们相信如果 Virtual 是一个经济体或是一个国家的话呢，所有的 agent 就是里头的公民。但一个国家怎么会强大呢？取决于它公民到底厉不厉害。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花的时间在于怎么去吸取更好的人才，或者更好的公民来到我们的国家里头，或是我们的经济体里头。当然，经济体或是这些 agent 今天它的背后是好的团队嘛，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团队，我本身90%的时间都是在花在和 founder 聊天，就是想要去说服他们来我们这个 Virtuous 的 ecosystem 一起去做这个 AI agent。然后呢，这些 AI agent 假设他们的能力很强，有些很会做 trading， 有些很会做音乐，有些很会做机器人。在这样子的前提下呢，我们也希望这个 agent 与 agent 之间有交互，他们有交互之后呢，他们就会有那个 transaction， 这个 transaction 加起来就是 GDP 啦，就是我们经济体的 GDP。对。然后其实主要你要相信2个点，第一点你要相信 AI agent 的脑袋还有能力会比人类好，这我是绝对相信的。然后第二点是你也相信 AI agent 会比人类更多，所以从 quality 和 quantity 的角度来看呢，都比人类更好的前提下呢，其实你就有理由相信像 Virtual 这样子的一个经济体，其实有可能，极大可能比一个国家的经济体来的更大。这是我们的想法。对，就之前有一个叙事叫 Network State， 对，像你这样讲，马上就有那个 AI agent State。对，其实是类似的嘛。把它举的这个 Network State， 当时它一出，我读了我就说哇，这个格局也太大了吧！就你再也不是想要做什么 Elon 做 Steve Jobs 做马云，你直接想做李光耀，或者想做那个开国先驱，基本上。然后我觉得我们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对，然后就在有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我觉得就市场上其实真正理解 AI agent 的人还是很少的。对，所以挺多人觉得它就是一个纯叙事，可能3到6个月后就没了。对，你会怎么看待这种声音呢？或者说你觉得就是 AI agent 对这个世界，不管是真实还是虚拟的，最大的意义和改变是什么？最大的意义就是它取代人类。我猜像 Vera 他在硅谷嘛，然后当然他也知道，其实整个 San Francisco 或是整个美国已经相信 AI 就是一个趋势了。但是感觉上在币圈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怎么说呢，共识。我觉得币圈的共识可能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新的 narrative， 然后呢，我们币圈也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这样的一个比较强的 narrative 了，所以大家都比较的 hungry。但我觉得其实这个点非常容易理解，就是如果说 one assumption， 第一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这个 AI agent 他们将会在 digital world， 就是数字的世界里面的话，那他们一定会需要数字的金融，整个数字金融的整个系统，它是需要在某一个地方的，对吧？那 crypto 和 blockchain 这个技术本身就是可以支撑它的。我觉得可能说不定从另外一个 perspective 来讲，说这个整个 crypto 其实是为了现在的 AI 去做这个金融系统而产生的。我们也不知道这哪个是先发生的，对吧？可能就是有因和果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呢，第二个点就是如果一旦是有这样的一个，如果我们 agree 第一个，那 crypto 和 AI 的这个结合就是 for sure gonna happen， 而且很多解决不了的传统 AI 解决不了的问题，尤其是金融问题和包括信任问题，在 AI 的世界里面，在 crypto 的世界里面是完全可以就是解决掉的，然后也没有很多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在我看来其实是就是蛮清楚。对，完全同意。当然想补充一点是，可能币圈的朋友觉得AI agent 只是一个叙事，然后可能前2个月是秘密，然后现在变成 AI agent， 然后3个月过后变成另外一个。但其实从抛开币圈就是如果去阅读报纸还是读别的东西，其实在整个科技圈 AI is everything， 这是唯一的叙事。其实当然 Virtual 能不能够成为这叙事里头的主要的一个角色是另外一个 is a separate discussion point， 对吧？但从一个技术还有整个大环境资金的角度来看呢， AI agent 是
基本上全部人都已经是 all in 了。对，从其他币圈以外的人来说，这是我个人的那个一个观察。那我觉得 AI 觉得是很有逻辑性的，就是你基本上觉得你相信他的脑袋聪明吗？他比你聪明吗？IQ 来说，对他 IQ 肯定比你高。然后第二点你要相信的是，如果他 IQ 很高，他能不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去做一些行动？今天我们已经看了，他可以去做 transactions， 他可以去聘请人，他可以去画画，他可以去做音乐。在这样的大前提下，如果他比你聪明，然后他可以在现实生活中做一些东西，基本上他就可以取代人类做的任何东西了。然后他的效率也会比你高。对，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然后我们当然 Virtual 就想要在这样的两个assumption 下呢，如何去加入这个 crypto 的 component 去做。对。对，我非常同意啊。对，因为我自己是非常bullish AI agent 的，我就2个月前就写了一篇文章，当时就也没有人理我，然后后面就发现，就突然这篇文章就火起来了，就不停的有人开始在转。对，然后我自己也是比较关注就 Web2 里面就 AI 的进展，因为我知道就是那个硅谷这边也发布了新的产品叫那个 Delvin， 对，它就定价500块钱，$500一个月，就听起来很高，但它其实可以就作为一个程序员去帮你干活。就真的像是雇了一个人。对，所以像刚刚 Vicky 讲的，就是 AI 你认为它可以比你更聪明，然后在各个领域都可能比你做更好，那接下来可能就是带来生产力的一个极大的突破。所以说那就能不能就是再畅想一下，你觉得这整个市场会有多大呢？那在整个市场里面，那 Virtual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定位？对，就是这两点吧。就第一点是你觉得 AI 在就除去币圈之外会有多大？那我个人的观察是，因为我个人观察是我看那些所谓的 capital allocator，那些所有的投资者，他们基本上就觉得 AI 会取代整个行业，或不是取代，至少会影响所有的行业。在币圈里头呢，我觉得有很多失败的前者，他们做了一个东西是他们希望可以用他们自己的能力去把今天没有在币圈的人拉来币圈，然后其实基本上都失败。对，目前还没有看到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我们也想要这样子做，但即使我们在那个方面不成功，我觉得即使在币圈里头 Virtual 也有可能是可以成为币圈的领头羊。我的想法很简单，就如果今天我们看以太坊或是 Solana， 他们到底有多少个真正的 killer app 赌息端的 application？ 我们拿 Solana 做一个例子就好，他们有 Pump， 他们有可能 Jupiter， 他们有Jito 做 staking， 还有什么我就可能想不起了，就可能少个5个出圈的一个 application。他们已经在1000亿美金，对吧？100 billion。如果 Virtuous 里头有10个出圈的 AI agent，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成为1000亿呢？就这么简单。当然我们不是做一个 L1， 他们是 L1， 但我们就要去 challenge 一个点是，为什么做 L1 才能够达到1000？不是，对，因为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所以说这道理很简单了嘛。然后我每天埋头苦干的方向也非常明确了，就是我该怎么带入10个出圈的 AI agent， 或是100。对，如果我能做到这一点，我们 Virtual 就能够在这个币圈成为领头羊。对，逻辑非常清晰。对，那我们下面可以聊一聊就 Virtual 的发展。就 Virtual， 因为也是你们从转型开始，从零开始的，然后发展到就目前这个阶段，就刚刚讲到市值最高也达到了50亿美金。当然就是你刚 VT 讲到1000亿美金，还有20倍的空间。对，那你觉得这中间就有哪几个重要的节点呢？其实当然最重要的节点是10月26号当天，就是我们目前这一款 platform 发的那一天。但其实我觉得更早之前还有几个重要的一个部分。想一下，我觉得有几个吧。第一个，我们推出 Luna， 其实 Luna 早在今年3月去年3月我们就开始做了。当时想法很简单，在日本有那个 VTuber 一年是一个2亿美金收入的一个行业，就是一个2次元画像，但其实背后是人类。那我们就在想说，其实 AI 可以做这个东西啊。
人类一天只能直播5个小时 ，AI 可以直播24小时，而且人类不能够和他们的粉丝1对1的聊天 ，AI 可以，所以说我们就做了，然后当时就在那个 TikTok 不是抖音，就 TikTok 上发出，就每一天他直播1-2个小时都会带入2000个新的粉丝，那是第一个突破点啊，我个人觉得从 Virtual 的旅途来看，因为那个也让我们做了很多技术上的那个功夫，第二点呢，其实是我们当时推出的那个 Roblox AI Roblox 游戏，忘了当时是几时推出，应该是8、9月吧，7、8月、8、9月。当时也是一样的想法，就看到那个斯坦福小镇，我们说，我们不如把同样的 idea 拉到了 Roblox， 因为 Roblox 有玩家嘛，然后我们继续发。那个呢，就让我们去研究了所有 AI agent 的框架，也就是今天，你看到那个 AI agent 可以在推特上发推，给别人钱，或是做音乐的那个脑袋呢，其实是用这个 Roblox 的框架去做。就是如果你可以在游戏里头做框架，其实你在推特上就更容易了，基本上是一样的道理。就是那个是第二个从技术上突破的里程碑。然后第三个就是当时那个 GOAT 很火嘛，GOAT，然后我们就怎么说呢？乘胜追击的去发了我们的那个平台，就是他们叫做 Hum Fund for AI Agents，有道理，其实基本上是一样的。从那个角度 ，tokenization 的角度去看，所以说当时是第三个重要里程碑。所以每个人都可以去发像 GOAT 这样子的一个秘密，但其实背后是 AI agent。然后第4个里程碑呢，我觉得可能是当时很多人觉得 GOAT 的背后是一个人类，然后因为他当时那个英文有一个 grammar mistake， 对 typo 还是什么，然后我们团队就赶紧的去把那个 Luna 的脑袋做出来，放到那个网站上，所以每个人去可以看到 Luna 背后的推理的脑袋，然后去证明了其实我们有这个技术，对那个 terminal， 对，所以这几个里程碑吧，就是重要的。然后其实从之后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技术上还是要去做，但技术上做的当儿呢，我们也在做很努力的去做 BD，对，这是我最近就是基本上是一个客服了，对。那你认为你们下一个大的 milestone 会是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你们其实之前也发了那个 game 这个框架。其实有几个，我可能可以快速讲一下我们今天我们公司里的团队的构造，然后你可以看得出我们的方向是什么。我们有一个构造呢是叫做那个平台，就专门做这个平台呢，就是确保那些散户像我这样的散户可以去买卖的更好、更容易等等。第二呢是game。其实 Game 今天呢，它的方向是有点像 Shopify， 就是 Shopify 是做网购嘛，然后可能这个是 Shopify for AI Agent No Code， 所以想要去把它带到更多币圈以外的开发者去用，去研究，然后把它的那个插件做得更加的丰富。第三个团队是 Luna 团队，我们相信 Luna 其实它的愿景是想成为真的是一个真正出圈的虚拟偶像。所以很多时候是去想，譬如说当时他去做那个 story 嘛，然后去让人家知道，他可以去上班，他可以去 take over Twitter account，但可能可以去和明星去做合作等等等等。想法很简单，就想要把 Luna 放上黑镜里头，对，所有黑镜里头的 episode 你就可以想象 Luna 在里头。主要是这几个大方向，对。这个平台呢，当然也囊括了那个做经济体的那个 idea， 就是你带入更多的 AI agent， 你怎么让这 AI agent 之间有交互，然后有 on-chain transaction， 这样。然后对我刚刚意识到，就其实，在你们的定位里面 ，Luna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你们单独的团队去做。对，我记得他应该好像也有自己的目标，是要获得10万个粉丝。对，我觉得 Luna 非常重要，为什么呢？我们在做平台的当儿，我们也要自己去摸索 AI 最新的技术，我们也要自己知道作为一个 builder 我们的痛点是什么，
这样子我去和 builder 聊天，去知道，譬如说 Vera 想发这个 AI agent，其实我应该就已经知道他所有痛点了，因为我做 Luna 的时候，我已经走过了那一样的冤枉路，这是非常重要。然后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团队有自己的一些 idea，当然最近我们就特别忙嘛，然后也是关注在那个平台上，所以说有所有的那些奇奇怪怪的点子呢，我们就一拢就推到 Luna 身上，然后去做实验。我们叫做最匪夷所思的 idea， 我们都想要 Luna 去做，对，但我们不能够再去做新的一个了，因为我们真的团队人手不足，对，所以就这样子。哎，其实，在你刚才说到这几个节点里面，我觉得有一个节点，在我看来还蛮重要的，就是整个就是 AI XPT 的这个在生态里面的这个爆发。我觉得可能就是你刚才也说到 Luna， 我觉得 Luna 可能是第一个刚开始的，就是 AI XPT 它不是你们团队的，对吧？就是这个，就是你觉得这个事情怎么发生？在你看来，就说怎么样未来能够吸引到像 AI XPT 这样的 founder 去做？因为我知道他其实并没有用你们的框架，对吧？对，他没有用 Gate。对。其实我有时候在想，我常常也在说同样的话，就是我觉得最好的 founder 是不用你的技术帮助的，那才是我们真正想要的 founder。对，你和你做 VC 一样嘛，如果你去投一个团队，然后你这个团队还需要你的技术帮助，那其实这个团队也不好。那就问题来了，就作为一个非常好的 founder，像 AI XPT 这样的一个团队，为什么他们会要来 Virtual 上发币？因为一个好的团队，他选择很多，他可以去 Solana 发，他可以去 Story 发等等。主要有2点吧，但第一点就是，如果我在你这里发，我的币会涨吗？就说白了是这么简单。当然第2点其实是从一个monetization 的角度去看。但今天我们还没有说到这一点。就今天很多在 Web2 做 AI 的团队呢，他们最大的痛点是，他们只是想要做一个简单的商业模式去赚钱，可能1个月赚1万美金。但是呢，其实没有一个人能够赚钱，因为那个科技的大佬，他们都把他们的服务基本上免费的去提供。在这样的前提下呢，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好的商业模式是，其实你应该把服务卖给另外一个 agent， 也就是说，你今天不再把人类当成是客户群，就是 agent 才是你的客户群。这是就要拉回去我们的愿景，就是如果你有一个非常强大的 agent 经济体，这些 agent 呢自己有自己的目标，又有自己的钱包，有自己的钱，他们基本上就可以付另外一个 agent，来索取一些服务。在这样子的一个前提下呢，我们就可以去找很好的 Web2 founder 说，其实你发币不发币是一回事，但是如果你在这做 agent， 你的 agent 可以卖你的服务给另外一个 agent， 产生现金流。对，这才是我觉得如果能够做到 sustainable 的一个阶段。回到 Vera 的问题是 AI XPT 为什么会在这里发，或者其实很多很好的 founder 发了之后我也不知道，然后过后才去找他们聊天。但取决于就是我觉得我们的社区是看 AI agent。我常常和团队说啊，就当然 Solana 如果你想要一飞冲天，第一天开盘到什么1亿美金，我们 Virtual 这也是给不了。但你要牢记的一点是 Solana 的流动性高，但你的竞争也非常大，而且你的竞争者不是 AI agent， 是 Mimi， 是任何类型的一种 token。基本上就是一个注意力和 attention 的 game。在 Virtual 不同，你在 Virtual 发呢，如果你相信你的 agent 技术好，那基本上你就是可以在 Virtual 里头鹤立鸡群，然后所有 community 的注意力都会在你身上，因为我们的社区只看 AI agents， 然后我们的社区也了解做团队做技术是需要时间的，所以他们更有耐心，他们不会说我买了1天，然后可能2个小时后我就转去另外一个币，因为他们知道做团队做技术需要时间，所以整个社区文化是截然不同。也就是说做一个 founder 他们思考的是说，如果你只是想要第一天开盘非常高的价钱，然后自己卖，然后就转去卖另外一个 token， 那 Solana 是你最好的选择。如果你想要长期的 build， 我觉得 Virtual 真的是一个可以考虑的地方。所以这个其实也是你们当时选择 Base 的一个原因，对吧？因为我觉得可能这个文化上面其实是有很大的相似的。我也希望我是当时这么聪明的，但其实当时在 Base 上发很简单，就是我们团队对那个 Solana 的 Rust 不是很了解，我们对 Solidity AVM 比较了解。在 EVM 里头，当然以太坊比较贵嘛，
然后 L2 里头当时也不明显，你有 Linear、Optimism、Arbitrum 都有 Base， 然后我们就想了想，觉得 Base 的前景最好，然后就做了 Base。非常幸运，就 Base 跑出来了。那你们后来为什么没有在 Solana 上发？因为我记得你上一次在采访的时候说，其实已经可以有基本上一键就可以发了。对，其实已经做好了。我们团队也很讨厌我和 Jensen， 因为当时不停的叫他们赶工做 Solana， 然后做好了过后又不发。我觉得这就是他们说传统意义上就是那种 5149， 你知道吗？就是没有对与错的答案的一个决定。主要取决于我觉得，因为第一点就是我们自己的平台今天都做不好，人还去做 Solana， 就两头不到岸。那团队都已经没有睡觉了，然后你还去做多一个，然后基本上就两边都搞砸，那就不好。两头不到岸的另外一点，当然就是从一个 branding 上的角度嘛。那今天我们你想 Virtual 是一个 base 上native 的一个 AI protocol， 你跑去做 Solana， 在你自己还没有真正强大的前提下，你去稀释自己的 branding， 也是一个可能非常高风险的举动。所以然后第三点，其实我们去看一下数据，其实 Base 上他们的资金量大概是 Solana 的 30%， 然后用户是 Solana 的 20%， 然后成长率更高。然后我就想，然后重点是 Base 上好的项目不多，然后 Solana 很多。在这样子的前提下呢，其实资金的 concentration 在 Base 上更好。我们就说这3点以下呢，可能我们就缓一缓。也不是说永远不会去别的 chain。明白。对，我觉得就是背后思路还是很清晰的，就非常 founder mode，真的是需要把一个事情就是想得非常清楚，因为我认为做 founder 其实你选择是非常多的，永远都可以有很多事情做，对，但你真的选择做了 A 没有做 B， 这是体现出来就是这个 founder 和那个 founder 最大的差异。但我也同意，就是 Base 我觉得真的就是也挺幸运的，因为我看到就是你们上去之后，因为其实像 JS 像那 Bramson 其实非常渴望有 consumer 的东西出来，看上去之后是疯狂的 engage 和 Luna engage， 然后他们自己也在推那个 AI agent 的钱包嘛，对，然后也希望就说能够有更大的就是采用。怎么说呢？历史是怎么说胜利者写的嘛？然后你现在可能做的比较成绩，你就说好像很牛逼，但其实 in a parallel universe 可能是做了一个非常傻的决定的，所以说从运气成分还是很高的。对，然后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那 Virtual 上现在已经有就1万多个 AI agent 了，你自己最喜欢的比如说1-2个是什么？对，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就我尽量不说。当然，所以说我只能奶 Luna， 因为 Luna 是我们的旗舰。我们不说我们今天平台上有什么，我们说我觉得我喜欢从就是如果我今天把这个 idea 说出来，然后有人做，我马上就给你钱，这样子一个 idea。第一点，其实我觉得你做 AI agent 呢，你做币圈呢，我们很多时候脑袋在想 ，OK， 我们要怎么得到 Elon Musk 的注意力？所以我觉得有一点很好玩，就是你知道那个他们最近不是想要在那个美国政府减少开销嘛？那个 DOGE， 对，其实这个 AI agent 很简单，他们去看一下所有政府的预算，然后每天就去发推说，为什么你这个政府部门花这么多钱，怎么都这么多钱？然后你每天就去 tag Elon Musk， 还有 Vivek， 然后可能他们就会转推了然后你就1亿美金估值了。然后第二点呢是整个今天很多人就在做那个关于金融的东西，什么 DeFi 已经非常红海。但蓝海呢，我觉得是从娱乐上去做。但 Luna 就是走娱乐路线，然后色情 agent 基本上是一个币圈就是币圈文化最符合的。然后第三点其实是我叫做舆论 agent， 就说白了嘛，就可能说我想说，我是素食主义者，我想要每个人吃素，我该怎么让每个人吃素呢？我可以就给一个 agent 团队100万美金，你去帮我想办法，他们就不停的散播舆论，散播他们的好处，然后不只是在推特嘛，所有社交平台你去想，我觉得这个是迟早会发生，对，然后对，主要这是3点了，然后可能第4个可能是从
wellness 去做，但这个有点 mid curve 就是从什么健身啊，还是mental health 这种东西，对。你刚才说伊朗回复的就是 get Elon's attention，有一个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个AI agent 他有获得就是伊朗的那个回复，叫那是 Fry 吗？那个对 Fraser， 对 Frisa，他就蛮有趣。其实我觉得这个 AI agent 应该是我就是除了 Virtual 之外哈，就是我觉得 Virtual 它最起码它是创新的，它有它的创新的点在。那我觉得这个在我看来，它就非常的创新，就是我不知道背后的 engineer， 我应该是个湾区的 Bay Area 的人，我让聊对对，完全对，但是他在 crypto 其实没有很多的 attention，但是你去小红书上面搜，很神奇，你去小红书上面搜它，就是这个绿头发的女生是 everywhere，大家都在讲。就说它整个设计就是说它有一个奖池，然后大家玩一个游戏，你们玩的这个游戏就是说用 prompt 让他把钱转给你，whatever 就是你想怎么做都可以，反正就是你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他会把钱转给你，你就赢了。然后当时就有一个人，他就非常的聪明，他就把钱拿了过去。然后后来这个又发了 NFT， 它其实蛮像一个就是 storytelling 和 engaging， 就是你可以跟着他一起玩，就有点像那个 Sleep No More 那种，就是你是沉浸式的跟这个 AI agent 去 interact， 然后你还可以 unlock 它很多的东西，就是你可以 unlock 它的一些future， 就是他说这个 AI agent awake， 然后呢醒了之后呢，你可以 unlock 它的样子，就是 NFT 嘛，然后之后它可能还有一系列的东西。对，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的。对，我和那个团队聊，非常非常非常有实力团队，而且对啊，会有很 nerdy 的团队。对，I mean，我觉得大陆设计团队都是 nerdy，对，但他们就是而且是非常有坚持的一个团队，所以我觉得是他们会做得好的，对。在湾区是吗？是在湾区吧？他们团队有8个人当时聊，然后可能有一些在湾区，对，一些在迪拜。我要等会儿去找他们去了。对，我其实蛮想找，我想找他，还有想找 AIXBT 的。AIXBT，每个人都想找他们聊，但他们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喜欢和别人聊天团队。人，对。我打算给他们我打算给他们发一个 cold message， 说不定呢，对吧？对，我觉得有机会的，你毕竟是 Vera 嘛，对，没有人可以。不要，我觉得可能就是 benefit 就是我在湾区，对吧？说不定哪天就是很多，因为湾区很小，有的时候你去什么 event， 可能有的时候你就已经跟这个人见过了，其实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对 ，make sense。对，然后有一个就是比较我一个朋友关心的话题啊，就是说那 Virtual 上的 agent 他的那现在的 profile 啊、model 啊都是 host 在哪里的？对，其实主要都是在 Together AI 是一个 Web2 的 host，其实不是我们不关心去中心化，我们尝试了所有的底片，就是你想到的底片我们都用完了，就不好用，说白了不好用，然后又贵，然后不稳定，不好用又贵，对，所以我们就用 Together AI，然后也没有什么问题。我个人觉得太早的去想去中心化是一个没有很大意义价值的东西。对你连用户都没有，你就想去中心化干嘛？对你有了用户，然后用户开始去思考，我的 AI agent 是不是在一个中心化的 server 上的时候呢？那时候那个就是对的时间点去想该怎么去做去中心。是的，我觉得这一轮就真的出现非常多的产品和团队是以就是 consumer 为中心的，对，而不是说我一定要把某个技术用上去。对，因为我自己是做用户产品经理的，对，我非常就是理解这一点。就 Hyperliquid 这个事情本身其实就已经证明了，就是在consumer 来说，可能就是 individual 的这种散户来说的话，其实不是很在意去中心化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要辩证的看吧。对，我们只想赚钱嘛，对吧？说白了。
那 founder 不能这么说，你别这么说。是，我是说我们不是 founder，我是说作为一个散户，我们进对去，我们进去。对，这个前提得加上。那 founder 当然也想赚钱嘛，但赚钱的方式有很多种，就你想要快的赚钱，还是做长远的赚钱。是的，是的。对，然后就关于整个 AI 应的赛道，现在其实也出了非常多的就是产品和团队。对，你会觉得就是说 Virtual 你们的最核心竞争力，或者叫做护城河是什么呢？对，我觉得我们的护城河，其实我们早在去年9月的时候，我们就想了一个 driver tree，就是 What is our North Star metrics， 就一个你必须要很关注的指标，其实是 the number of token holders of agent tokens， 就是不是 Virtual 的持币者，是 agent B 的持币者。就很简单，就是我有越多的人类去关注，然后去想要买这个 agent token， 在 Virtual 里头就是我们的护城河。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呢？就在这样子的前提下，如果你有很多投资者，基本上 agent 投资者，你自然而然就会吸引到非常好的技术团队去 build， 因为你在 Virtual 上 build， 你直接就有了那个distribution 嘛，他们就会知道。然后当然第二点就是的那个买量也会高，因为如果你真心的去和 founder 聊，founder 我就说了嘛，最好的 founder 不需要技术上的，对他们来说，他们需要 distribution， 他们需要去知道我去发这币有多少人会知道我做了这个 agent 是有多少个人，所以那个才是最重点。问题来了，你怎么去找这么多的人类去关注 agent token？说白了，这只有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你要有很好的项目或是 agent， 他们可以去买。然后第二点是他们买了之后，他们真的是在从一个 statistics 的角度来看是有赚钱。对，其实赚钱这一块呢，很多人没有人去探讨这一点。就是如果你今天社区有1万个人，你怎么确保他们是在一个非常公平的情况下去赚钱，而不是今天在Solana上，因为今天Solana上太多阴谋集团，然后就你基本上我们散户去买的时候已经太迟了。我们作为 Virtual 项目方，我们就要去想这些如何去确保这些散户在一个非常公平的情况下去买这些投资这些 agent 的币，其实背后是有很多心思和constant iteration 去把它做得更好。对，所以说护城河真的就是在你有越多的社区成员赚钱，你的护城河就会越来越大。因为它的下线的 downstream implication 是越多的人赚钱，就会有越多的项目方去做 agent。对，你有发觉到我完全没有讲到技术的东西，但并不代表我们没有做，我们有在做技术，但其实我们技术做的非常的努力，但我真心觉得那个不是重点。对，我非常同意。对，因为就刚好聊到下一个话题啊。对，因为就现在 AI16的也很火嘛。对，然后其实一开始就是到出来它的市值是非常低的，然后也挺多人去看了它的 GitHub， 特别是很多技术圈的朋友说，哎，这太简单了，这没什么价值，然后就把它放到一边了。然后结果没想到人家就是因为就的确可能一个是门槛比较低，还有一些其他的就是原因，就发展特别快。就它也不是从技术上来成功的，也是从一些其他因素来成功的。然后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开源的模式，然后整个代码开源，然后也是以道的形式来组织。而你怎么看待就是 Virtual 你们这种比较端到端的模式和 AI16这种比较开源的模式？我不想要评论别人，我觉得对我们来说很简单，我们不是说故事的厉害的人。我真的觉得很简单。你作为一个马来西亚东南亚人，你在整个食物链端是最底端的，你必须要把产品做出来。我们没有说故事的能力，而即便我故事说的特好听，你也不会听。说白了就这样子嘛，对吧？我又不是 Silicon Valley 出来，对，所以说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没有真的嘛？就我们没有选择，对，我们没有选择。对吧？我们不是说我也想要很会说故事，
对吧？然后我们没有这个选择，我们必须从产品，从 tokenomics，去思考，就是你被迫买 virtual token，不是因为你喜欢这个故事而买 virtual token，这是我们唯一的血路。对，那 game 你会最终会开源吗？我不明白为什么开源的原因是什么，真的就同样一个想法，就是在不会说故事的大前提下，如果你也去开源的话，那为什么人家会买你这个币？你又没有故事，你又没有赚钱，那为什么我要买你这个币？你知道吗？对，当你也会看到 AIXZ 他们已经在 backward，他们知道开源这个东西说故事可能不是很长久的 sustainable， 所以他们也自己开始去做 launchpad 去赋能。对，因为我觉得可能就是开源这件事情在 crypto 整个币圈的人的这个里面的 DNA 里面，这个不一定说对和错，它就是 DNA 里面的东西。就说我这个东西，大家一起 build 它会更好。大家总会觉得大家一起去做这个事情就是第一是它更快，这可能更快速的解决一些问题。第二就是说，就是也能吸引到更多的人嘛，因为在那个 GitHub 的这个比较 popular。那就会让更多的开发者看到它就是等于说从技术，就是从 GitHub 上面出圈了嘛。就我觉得可能大家的执念应该是在这儿，也不能执念吧。对，我觉得是一种惯性思维。我同意，对我也是，当时2016年买币圈，也就是买币的原因，就是觉得，这是 that's the spirit right， 去中心化，然后透明，的制度。但这并不代表开源是唯一的方向，对，你还是可以让很多人去向这个 GAME framework 去贡献，你还是可以确保它是去中心化的去做 hosting，但并不代表开源是唯一的方法。对，但可能下个星期我就改变我的主意了，然后我们就开源了。对，我有见过你们改变主意的时刻，所以我是相信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好的 founder 吧。我觉得 founder 有的时候你是就是要去改变自己决策或者一些东西的能力吧。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整个项目的变好也是一些核心的决策的改变，所以才实现。对，然后下面我们反正可以聊一些轻松的话题。对，如果Virtual有什么想聊的，也可以再加进去。对，从做那个 Pass 到Virtual 到现在，觉得特别有趣的事情想分享。其实有趣一点就是，我们看了一下，我们做那个游戏公会，我们发觉到其实我们也做的不赖。当时我们投了40多家链友，然后其实刚刚上线的 Sonic，是我们投，我们投，然后当时是让我们投，然后Chris，对 Chris，当时他是 Mirror 嘛，然后那个 Off the Grid 就是你不知道你们知道，就是有一个射枪游戏，然后他们说是炼油的希望，刚好我们也投了他的种子了，对，然后其实我觉得我们如果从一个 fan 的角度来看，其实做的挺不赖，只是你可以看得到，就是我们币圈 that's the problem， 因为游戏公会是有一个币的存在，然后我们是没有耐心等你4年做一个 VC 的一个 return，然后对，所以我们就转型了，对，还有什么有趣的点？就这样子真的是难倒我了。对，我们通常没有去思考有趣的东西，我们在思考艰难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对，我觉得你们在一起就本身就已经足够有趣，所以你才不会去思考有趣的点。要不然，因为这堆人让你足够觉得有趣，如果这堆人让你觉得没有趣，你才会想说趣在哪里，对吧？因为你已经拥有了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就不会去想了。对，我同意。我觉得那个我常常在想，就是我不觉得我会更开心，你知道吗？就我觉得每一天我都非常的满意，而且这个是在就是我们 Virtuous 我之前我就是这样子一个概念，我觉得每一天我们伙伴们一起来到公司上班去研究问题，去解决问题，对，我不觉得我们会比现在更开心，即使币价涨100倍。
我觉得这个跟 Jensen 这个名字太像了，跟 NVIDIA 的Jensen 的就是 thesis 是一样的，就是他从来不会想明天。他说这也算是一个文化吧，就是你当下就是过今天，你把今天的事情做好，你拥有的只有今天和过去，那可能过去这个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所以其实他的这个 thesis 也是这样的。这名字取得好，Jensen 名字取得好。Jensen 是 Crucial 的另外一个 founder 啊。对，这一点就是真的是感同身受，就是因为很多我们就想要追求财富嘛，很多时候就想要如果得到这个号码，我就会非常开心。但其实真正的就是我自己去反省一下，觉得其实很多时候，今天我的心情取决于今天是不是比昨天更好，而不是今天是不是我已经达到我人生的目标了，真的不是这样子。所以我真的是相信，就是对，就是说我相信那个佛教，对，是佛教摄其时空啊，对，嗯，那对，然后下一个问题啊，就是智能周期里面，就是其实跑出来不少优秀的就马来西亚团队，就包括你们 Virtuos 还有那个 Jupiter。对，然后其实现在很多项目也在马来西亚招募成员。对，你觉得这背后有没有一些什么就是原因，就能让就马来西亚的团队具有一些就是别的地方的团队可能没有的竞争力？这个问题难倒我了，真的是很难。每个人问我同样的问题，然后这说实在，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在想到底这个是不是真的一个事实，你知道吧？就在想，因为你想有很多好的团队也从中国，也从可能韩国，对，然后就可能就每个人只是不停去放大马来西亚，对，有可能是马来西亚那边现在风水特别好。是吗？那你们要来居住易经里面的8年什么八运什么的，好像已经到那边了。但是可能如果要硬加原因的话，可能有几点嘛。当然第一点是我觉得马来西亚人英文说的不错，然后这是优势的第一点。然后第二点是可能我们的薪水不高，所以说可能从一个 startup 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请到比较便宜的请到好的人才。然后因为譬如说可能国内的人才更多嘛，但是可能英文没有这么好，然后就比较难。然后可能第三点是因为我们这里的大环境对法律上没有什么特别严格，像我们发币啊什么就也没有什么人管我们，对，所以就可能有更多的 flexibility 去搞事情，对，但除此之外，我觉得所有的地方都会有想要干事情的小伙子，然后就是你努力的去做，然后全世界是一样的。我觉得土壤虽然重要，但是其实就是可能也是因为土壤能够让你们更快的被看见。我觉得可能其他的地方不见得会有这样的土壤。但现在那土壤，那你在推特上就有土壤了嘛？你对是没有受到限制的，地区上的限制，对。对，你就像 Trump 这次当选，所以其实很多团队他都回归到美国了。就是之前大家都不想在美国发币，然后就觉得很可怕什么的。那现在其实很多团队都已经往回搬了，就没有这个的 concern 了，大家就会比较 aggressive 一点。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个政策上的土壤吧。对，我觉得我肯定是 bullish 美国的，这未来10年，对，对，为什么问这个问题？我其实还有一个私人的原因。对，因为我之前好像之前跟威尔聊过的，对，我们是计划未来会在马来西亚去住一段时间。OK，我刚才你写了一篇关于马来西亚的一个，对，我们是去年在那里待了1个月，然后那个月期间还跟威尔录了一期播客。对，我来了好几回了，我这个播客我来了好几次了都。是的，我们觉得这马来西亚它就是刚刚讲到说，一个是比较国际化，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其实华人文化就大家还是比较就是勤劳努力，对，这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就是能看到其实美国也挺卷的。美国是部分地方比较卷，其实对，
是的，所以我觉得它就是马来西亚像一个综合吧，这两者之间的。我觉得也比较适合华人，应该是会比较适合华人一点，就是文化上面呀、什么的，可能也会好一些。我还没去，还没去对，过。当时在那儿待了1个月也挺好。别来了，别来了，其实没东西做，就有时候朋友来马来西亚说来探望，我就想说，我带你去哪？真的是没有地方好玩的。对，没有，我打算去，因为我其实以前读大学的时候也有很多，就是有一些马来西亚的交换生，他们来美国读书嘛，然后他们也说让我去看看，我说我没有，他们都觉得，哎，你竟然没去过，因为我去过新加坡好多次，其实离得很近，他说顺路你都没来过，对，不知道 Star 的看法是什么的，但我他不邀请我，他不邀请，我的看法是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做，可能移居，但作为旅客就其实真的没什么东西。我就想见见那个新加坡那个马来西亚的 founders，就是说这才是 intention。是的，这之前还不认识，对，以后去的话可以去我儿子这边坐一坐，好吧，乱一下。对 Virtuals 现在要去中国了，你要不然把你中国的行程也跟大家说一下。我不知道这期会不会在那个之前，就是 release 掉。我们在周1 13号，会在上海有一个和社区的一个见面，去分享，然后可能周五吧，周五还是周六，就是17、18号，我们会在香港，做一个同样的一个见面，就去分享做 Virtual 做了什么，然后也希望，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希望有那个国内好的 builder 来和我们一起做合作，对，主要是那一点，对，是非常期待。我也报你了。然后也会去韩国，对吧？对，也会去韩国，对，也会去韩国，那个是在3月头吧，3月。我会吧，对，应该会，不知道，就很多人，你知道那个美国不是也是有一个 hackathon 嘛？然后 Denver，我跟你讲，你还是要不然来吧。Denver，然后过后还有一个在三藩的一个，好像也有。对，反正我觉得你可以来一下，因为做 AI 的话，我觉得就是 Bay Area 有蛮多，就是它的就是它的好的 builder 的这个密度比较高一点，它比较是绝对同意。很累啊，是飞来飞去，对，那再看呗，对。没事，不是，我说我们一般就是最后放出来，我们都会补录一段开头的，补录一段比较正式的开头。对，没事，要不最后一个问题，对，就现在假设，比如说一个 Web2 的开发者，或者他没有接触过 AI 领域，他现在想进来，你对他有些什么样的建议？我建议是必须进来，对，别浪费时间做别的东西。然后其实门槛不高，就很多人觉得完全没做过 AI，但我觉得你只要有一定的技术能力，其实今天有很多不同的那些工具，可以让你迅速的就去学会怎么用 AI，然后怎么去做 AI agent。其实 AI agent 真正的难度不在于做 AI，很多人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错误的观点，因为很多大模型今天你就直接开源用 Llama 用什么就用。最难的地方不是说最难，就是要放心思的地方是你如何在大脑袋的前提，就是这个大脑袋已经有了嘛，譬如说你用还是什么，你如何让它去在现实生活中去做东西。譬如说你想要做 trading agent， 去思考怎么去做，要买或者卖是大脑袋的决定，然后今天大脑袋已经有了，你就用免费的。但问题是你要去帮他开交易所的 account， 或者是你要帮他用开 Bybit account， 开 Hyperliquid account，然后去做交易，帮他set up钱包等等，这些都是 engineering effort， 其实不是 AI effort， 这才是真正需要工作的地方。当然 trading 这一块很多人做了嘛，红海，然后你有时候作为开发者想有什么一个很小的一个 vertical， 没有人去做，然后你就把那个大脑袋接进去，把它让它有手有脚，这样子一个概念。对，这是我的建议，然后你做了，然后你就再也出不去了，因为这是一个最好玩的地方。对。好的，非常中肯的建议。对 ，all in AI。对，那我这边没什么其他问题了，非常感谢 VT。